我们来不专业的开箱一下。我们暑假去了一趟香港，开箱我们去香港的一些伴手礼。没错，伴手礼啊！我跟你们分享，因为我平常不太喝胶囊咖啡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味道很强烈。但是我喝到这一款，我在惠康买的这一款星巴克惊为天人，觉得它喝下去好圆润、好柔顺。这一款很推荐你们买。回来看了一下，我们买好像大概正确的价钱我不太记得了，但是4条大概100多港币。那在台湾的话，好像是4条1000块。我觉得这个 CP 值还蛮高的，但我不知道品相一不一样，可以去找找看。只是价位上面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是蛮划算。它一颗胶囊大概是12块钱台币左右。很划算哎。我这次专程去黑地618上海街去买万寿无疆的杯子，还有公鸡碗，它里面真的陈列的很漂亮之外，我觉得它也是比较过之后价格算是蛮便宜的。像我们在古董街那边找到一些杯碗，价钱会稍微多个10几20几的港币吧。对，那我在这边买的话，好像是我记得是27块，我不太确定啦，等一下可能看一下。35块哦，35块。对。杨先生付钱的，所以他记得35块。然后还有这个杯子，我觉得那个地方蛮值得去看看。这个是我们在红星玩具这边买的，我也是比较过之后，我发现它这边的价位也稍微比较便宜。Tomica 的它是49块港币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喜欢收藏这些小车子啊，或者是一些公仔，它里面也有，所以这一家也蛮值得推荐的。然后再来的话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杨先生他想要买的战利品。这个是计程车的灯，等一下开箱给你们看。我本来对这种磁铁是还好，但是后来到了锦绣唐朝之后，发现它太多东西可以买了吧，琳琅满目的。到了一个观光的地方，你就觉得说，好像可以买回来当做纪念一下，所以我们就买了我们这次住的地方的北角。然后也希望今年大家都行运，所以我们就买了这个行运。杨先生买了这一个，我是觉得蛮特别的，磁铁一样是吸铁的功能，可以吸在冰箱上面。这边吸在冰箱上面，然后它还会有灯。然后这次去啊，我还特别去了喜帖街，现在是没有要印喜帖，找到一些很可爱的红包，有姓氏，那我们姓杨，所以我们就买了羊的红包。包给我吗？那边有百家姓的红包，所以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那边挑挑自己的专属姓氏哦。对，这个啦，这个其实我已经当天就背了，就是在 M Plus 买的一个购物袋。我自己是觉得到一个地方可以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包包，而且我是马上就是背着了。对，我们买了10袋吧，我们买了10个，可能回来送人也不错。还买了隔热垫。这个隔热垫是因为纯粹便宜又好看，也是在黑地买的，但它其实有一个小缺点哎，我后来回来发现碰到水的话就会沾到厨具，所以这个可能要小心使用。对，买了饼干，就是这个小熊曲奇饼干，超好吃，等一下开箱给你们看一下。然后妹妹买了这个是在昂平昂车这边买，风生水起，招来好运的感觉。然后它里面的店员说不能买一个，一定要买1对，所以妹妹就买了1对，所以买了2个。我再来找一下我们家可以招财的地方。然后这一个明信片也是在北角的玄物店买的，我觉得很可爱，而且它是画的哦。这几天吃了很多的虾庄，还有叉烧。所以这个就很符合我们这次的心情咯。小朋友说他叫我一定要开这个，虽然我这个还不知道是怎么用，但等一下可以来试试看。好，其他应该是个小东西啊，这个啦，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哎，射飞镖的一个玩具。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，这个也是在北角的一个选物店买的，然后它其实是用来放熏香的，然后它好立体哦，然后喜欢它的这个侧脸，我觉得它做的很精致。那一家我也蛮推荐你们可以去逛逛的，有兴趣可以去我们北角的那一篇，可以看一下它店里面的感觉。我主要是要去找 Fire King 的杯子，想要看看它的真面目。
真的本人好精致哦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香港的开箱。对，就是第一次开箱，所以其实很多东西，其实一些小零食啊，一些就是泡面啊，还有一些东西都已经打开来使用，所以就没有另外做分享。